Joe, you're gonna be the next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嗨，大家好，这里是书名锦鲤，我是余弟，韩国瑜的瑜，兄弟姐妹的弟。今天美国总统大选已经揭晓，也就是川普败选，拜登和贺锦丽的搭档赢得了选举。我们今天也就不凑那些热闹去讨论什么拜登当选他会如何。说实话，我们不是这方面的专家。我们今天聊聊2号主角，也就是创造多项历史记录的美利坚合众国第49任副总统贺锦丽。大家在我们片头已经看到贺锦丽接到拜登电话的时候，那个笑声是多么的开心，多么的欢乐。我们庶民锦鲤今天也要大声的贺锦丽。锦丽和锦鲤中文是同音的，他也绝对是一位庶民锦鲤，所以这也是我们庶民锦鲤的节日。我们也要像民主党和拜登的支持者那样去庆贺贺锦丽。贺锦丽，可能很多朋友平时只关注拜登的历史，或者他什么选了多少次美国，可能很多人都忽略了副总统候选人贺锦丽。贺锦丽她的英文名字叫卡马拉维哈里斯啊，她父亲是非洲裔的牙买加移民啊，也就是我们通俗说的黑人，从中美洲移民过去的啊。他父亲后来是一位经济学教授，他母亲是南印度泰米尔人，是一位乳癌医学家。虽然他的父母都是我们中国人传统说的高级知识分子，但他父母都是外国移民啊，也就是第一代移民，完全依靠自己的努力成为了各自行业的专家，没有任何的政治背景和高贵的血统。贺锦丽7岁的时候，父母就离婚了，由母亲来抚养长大。12岁时，他就随母亲去了加拿大读书，因为他母亲那时候在加拿大有一份工作。高中，贺锦丽才回到了美国。所以根据他的生平，我们就可以非常明白的看出来，贺锦丽绝对是一位美国普通移民2代的缩影啊，当然是努力成功的代表啊。好，我们接下来再聊，今天贺锦丽已经创造了美国历史的多项第一，他绝对是一个历史性的副总统啊。第一，他是第一位非裔的副总统，也就是前面奥巴马是第一位非裔的总统啊，贺锦丽是第一位非裔的副总统，也就是我们俗话说的黑人吧啊。第二，她是第一位美国的女性副总统，至今为止，美国女性总统还没有，上一届希拉里是失败了啊，没有当选。当然，前面希拉里前面只是做到国务卿啊，所以贺锦丽是成为了美国
第一位女性副总统。也就是说，贺锦丽已经成为了美国历史上自美国建国以来拥有最高权力的女性啊，这是第二个第一。第三个第一，贺锦丽是第一位拥有亚裔血统的美国副总统。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吗？就是说，他父亲是非裔的牙买加移民，他母亲是印度的泰米尔那边的移民，所以说贺锦丽是第一位拥有亚洲血统的美国副总统啊。第四个，第一，他是美国第一位拥有自己的中文名字的美国副总统啊。我们大家可能印象比较深的是以前的澳大利亚的总理啊，陆克文，他是有一个中文名，但是在美国的政治人物当中，我们都是直接使用他的音译名，就是贺锦丽是第一位在拥有自己的中文名字的副总统，也是跟我们庶民锦鲤是非常吻合的，是吧？锦鲤啊。但很多人会说，正是因为他身上他的身份拥有这么多的特质，所以拜登才会选择他作为副总统的候选人跟他搭档，这当然没错。但是因此也反映出在美国社会里面，非洲裔的女性的亚裔的选票还有华裔的选票是越来越重要了，所以也就是拜登需要把这个位置给一位拥有这么多身份的一个人。贺锦丽的当选副总统，就是也证明非洲裔、亚裔、华裔在美国社会里面的作用是越来越大了，他的选票价值也越来越高了，就这个意思啊。很多人对贺锦丽的这个中文名，大家也是非常的好奇，他是怎么会想到去取一个中文名呢？是吧？他为什么叫贺锦丽呢？啊，贺锦丽他的英文名叫卡马拉哈里斯啊，这个相信很多人知道。中名贺锦丽是他在2003年参选旧金山地方检察长时，旧金山市妇女委员苏荣丽的父亲苏西芬所取。此举开旧金山地方民选官员非华裔候选人起华文名字之先河啊。据苏荣丽回忆到，当年贺锦丽在仔细询问了他中文名字的含义之后，表示不喜欢丽字，因为他希望以智慧取胜，而不是凭着漂亮的外表。但是苏荣丽详细的向贺锦丽解释了华人取名的传统，且他本人的名字苏荣丽也有丽字，于是贺锦丽就接受了。此后，只要贺锦丽到华人社区竞选拉票，必定以他的中文名字贺锦丽介绍自己，我是贺锦丽啊，就是他的名字就是这么来的啊，为他争取华裔的选民的支持，起到了非常大的一个帮助。接下来我们聊聊贺锦丽的前景。贺锦丽法律出身，做过律师和总检察长，因此我们有理由信贺锦丽的理性思维，她的口才，她的能力都是很不错很棒的一个人啊。
至于政见方面，说句实话，我们不在美国，也不了解美国的社会文化和社会结构，我们也没什么资格去评论他的各项政见，只能拭目以待，让历史来给他做评价啊。贺锦丽作为美国目前最有权势的女性来说，她是否有可能更上一层楼呢？这是非常多人关心的啊。我们看一下，拜登已经77岁了，贺锦丽还只有56岁啊。在选举当中，拜登还不断的被川普讽刺为 Sleeper Biden， 就是拜登在辩论会、在各种演讲中还老是出错。说句实话，拜登，我们先不要说那些抹黑的话吧，他年龄是摆在这里的，体力啊各方面的确是不如年轻了，所以他必定要把更多的事务交由副总统来处理，这是贺锦丽的作用。当然，这里还很有可能会发生的一些事情，就是拜登现在是77岁了。做满4年他就81岁、82岁了。在这4年当中，是否拜登的身体会发生什么意外或者怎么样呢？是吧？在这时候，贺锦丽就是第一顺位接替总统职位的人，也就是他有机会去当总统。如果是未来真的发生这样的事情，那贺锦丽就成为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女性总统。但拜登在4年以后，他也不可能会再去竞选连任。在那个时候，贺锦丽也是总统候选人当中最有力的竞争者。因此，贺锦丽这次会受到非常大的关注，也就是未来4年，贺锦丽绝对不会像之前的各任副总统那么低调，而且我们看得出来他的性格是比较张扬的啊。好，我们聊到这里，我们就再聊聊今天我们看到的中国大陆媒体和台湾媒体的一些关注点，就是对这次总统选举的关注点。几乎两岸的媒体或者叫网络舆论的关注都在拜登身上，几乎很少看到大陆的或者台湾的媒体去报道、去关注贺锦丽。但是呢，我们在西方的媒体，特别美国媒体上，其实有好几个节目都是非常重点的去关注今天贺锦丽的演讲，包括贺锦丽创造历史的这些片段、这些记录，很多美国的媒体都在做专题的报道，但是中国大陆和台湾几乎看不到。这是什么原因呢？我们能说是现在的焦点当然是总统，是吧？也就是拜登，是吧？副总统历史上在美国都没什么权利或者怎么样啊。但这个说的是没错，但是贺锦丽不同于其他的副总统，他是创造了这么多记录的一位副总统，这就有趣了，知道吧？所以这是说明一个什么问题？也就是说，东西方世界他的男女平权的意识还是差距非常大的。可能台湾人说我们的平权，我们的婚姻平权，什么同性恋是吧，都是全球领先，你怎么可以这么说我呢，是吧？当然中国妇联也会说在
大陆妇女能顶半边天，或者怎么样，中国的女权运动也做得很好啊，怎么样？对，你们做的都很好，但是不管你的游行做得多么盛大，不管你的会议开得多么的隆重，但是那仅仅是你的一种形式，一个口号而已。因为在今天的这个世界，东西方的媒体或者叫搜索的关键词差异是如此之大，让我觉得非常的有趣啊。在中国，不管台湾还是大陆，说句实在话，东方文化、中华文化几千年形成的男尊女卑，真的是很难根除的。现在比如说在中国大陆，各级的地方政府也好，还是中央政府也好，都要有妇女要占什么多少个岗位或者怎么样，是吧？那叫装饰，谁会真正的去理睬啊？这个如果没有这么一个指标性的比例的性的一个东西的话，我相信不会有人去选妇女啊。这就是赤裸裸的现实。也就是说，今天的中国或者台湾的媒体舆论，它是最简单有效的去评判一个社会它的男女平权意识的程度的一个指标。也就是说，贺锦丽三个词能不能成为搜索的热词，就是你根本就不关注美国的这个创造多项历史的副总统，女性总统，你根本不关注啊，所以说这就够了，就足以说明很多的意识性的问题了。当然说，这些男人或者这些女人，包括女人啦啊，他们自己会嘴巴上支持女权是吧？怎么样是吧 ？OK， 我相信，但是真的在这个搜索上面的时候，包括对美国大选的关注的时候，他们根本就不会去关注啊，美国产生了一个女性的副总统，他们不会关注，是吧？只知道啊，这是一个权力的游戏啊，或者是怎么样，但是他完全不知道这当中对于一个世界的一个女权、男女平权的意义有多大。我没有去指责啊，东方人落后了或什么，没有这个意思啊。你的文化是这样的，你就按自己的顺其自然的一种意识形态的一个转变，慢慢去变就好了，没必要去勉强。我们必须要怎么，那些都是假的，都是假的，没用的啊。只有当你真正意识男女平权了，去尊重女性了，就 OK 了。余地我今天只是觉得挺有趣的，平时啊，男女平权口号喊得震天响的东方人，不管是中国大陆的还是台湾的，居然很少有人去关注贺锦丽。我只是想提醒大家这一个问题而已，没有谴责任何东方意识落后的一个问题啊，没有这方面问题，这是非常正常的一件事情啊。女权是吧？一定是进步的，或者怎么样是吧？那我也不关我事，你们自己去判断啊。我只是要跟大家说，有这么一个事情发生了，东西方世界今天对于贺锦丽的关注度是完全不一样的，就这么简单，告诉你啊，好吧？今天就跟大家聊这么多啊。贺锦丽，我们要贺锦丽，贺锦丽绝对是我们的庶民锦鲤。好，恭喜恭喜啊！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庶民锦鲤，就麻烦点赞订阅一下。好，再见。